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蒜。自上个世纪50年代韩战停战后，朝鲜半岛便进入了南北分治的局面。南北两端分别受到资本与共产两股意识形态所支配，在被两个不同政权统治的情况下，南北韩也各自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这导致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南北边的发展才可说大相径庭。虽然双方所通行的语言就是韩语，但都已经分治了70多年的岁月，双方语言其实也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差异。今天的影片主题是南北韩之间的韩语究竟有何差异？在真正进入影片主题之前，我们现在学习一下韩语的语言学知识。韩语主要通行于朝鲜半岛上的两个国家，大韩民国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简称南韩与北韩。总使用人数大约为7720万人，刚好就是南北韩加起来的人口总数。韩语在这两个国家有不同称呼，分别为韩国语以及朝鲜语。韩国语以首尔音为标准音，朝鲜语以平壤音为标准音。这两个地方分别为南北韩各自的首都。有关于韩文的书写系统，大家可以参考这部影片，我这边就不再赘述。这边主要会聚焦在韩语语言学分类的部分，但我这边想要跟日语一起讲，因为这两门语言地理位置相近，所以很常被放在一起相提并论。目前为止，日语跟韩语在语言学分类上最主流也是最有争议的两大假说。第一个假说，韩语跟日语都是孤立语言。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日语、韩语跟其他语言之间没有明确的亲缘关系，而且日语跟韩语之间也尚未被考证到共同的族语，因此在这个基础上，这两门语言都被归类为孤立语言。孤立语言就会被认为跟其他语言之间没有亲缘关系，因此无法被分类到任何语系当中的语言。例如分布于西班牙与法国交界的巴斯克语就是目前最多人使用，也是最著名的孤立语言。但由于孤立语言跟其他邻近的语言之间没有任何交集，在学习上会比其他有明确亲缘关系的语言还要困难，而且孤立语言的使用人数本身就比较小众，所以也比较缺乏学习资源，这在语言传承上是一大劣势。例如同样跟巴斯克语同属西班牙地区官方语言的加泰隆尼亚语，其使用人数大约为1200万人。加泰隆尼亚语跟西班牙语就是属于同一个语族底下，而巴斯克语的使用人数才80万人，所以现今许多孤立语言皆面临到濒临绝种危机。值得一提的是，孤立语言跟孤立语是不同的意思。孤立语是指动词不会受到任何时态或是人称等曲折变化的语言，例如汉语、越南语、印尼语等，这点大家要留意。第二个假说，阿尔泰语。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日语跟韩语同属阿尔泰语系，而这两门语言分别下辖该语系的日流语族与朝鲜语族。但有趣的事情是，阿尔泰语系的存在本身也备受质疑，原因是支撑该语系是否成立的证据不足。而这个假说会被提出来的依据之一，就是阿尔泰语系当中的语言语序大多为 SOV 型。如果这个假说成立的话，那么日语、韩语会跟蒙古语、土耳其语、满语等语言是同一个家族，横跨范围之广袤，甚至连在北海道所通行的孤立语言哀奴语也会跟日语被一并纳入阿尔泰语系当中。此外，阿尔泰语系也将突厥语系以及蒙古语系等学界普遍认可的语系也纳入其底下，并将之降级为语族，俨然就是一个语系缝合怪，而且还非常有争议。这在语言学上被称为超语系。大家如果想看我讲解相关内容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敲完。话说日本列岛跟朝鲜半岛明明只隔一座海峡而已，这两个地方明明靠这么近，而且这两个地方的语言的语序也皆为 SOV 型，但是却缺乏相关证据来证明日语跟韩语之间在语言学上的关联性，这是最让我感到困惑的问题。现在让我们拉回来这部影片主题，有一个关于韩语的起源假说，这个假说是我认为最大胆但也是最冷门的假说，那就是韩语可能跟南印度达罗毗荼语系的坦米尔语有关联性，因为韩语跟坦米尔语之间有一些读音非常相似的词汇，例如我、나、 난、 你、 네가、 네가、 父亲、 아빠、 아빠、 草。 풀、 풀。但由于证据不足等原因，该假说并未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可以及充分的语言学证据支持，最后这个假说无疾而终。我想这应该就是这个假说会冷门的原因吧。也期望未来学界能够发掘更多有关于日语跟韩语语言学起源的资料。最后终于来到南北韩语之间差别性的部分了。刚好关于这个主题，我有一部韩剧想推荐给大家，那就是玄彬与孙艺珍于2019年所共同演出的《爱的迫降》。
这部韩剧主要在讲述女主角在玩滑翔伞的途中遭遇到龙卷风，并跨越38线被龙卷风吹到北韩领土内，最后被饰演北韩军官的男主角发现后带去照料的故事。虽然这部韩剧的定位是爱情剧，但大家也可以借由这部韩剧来观察北韩人民的生活样貌。据说剧中的场景非常贴近现实。题外话，这部剧的男女主角在现实生活中夫妻。南北韩由于对外开放程度以及社会风气的不同，也连带影响两国的韩语发展。南北韩的韩语各自主要受到英语及汉语、俄语影响，在用语上也大有不同。北韩作为由朝鲜劳动党一党专政的共产主义国家，这使得北韩人在称呼对方时经常使用同志等字眼，例如金正恩同志。경야는 김정은 동지, 김정은 동지, 김정은 동지。在《爱的迫降》这出戏当中，里面的北韩人民也时常在名字后面加上同志来称呼对方，这是共产党人对彼此的称呼。此外，由于北韩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之一，与世隔绝的环境也让北韩的韩语比南韩更偏向传统，所以用字遣词上也会比南韩语还要来的古典，不会像南韩韩语这么的国际化。在听觉上，南北韩韩语有差异。还记得我刚刚提到那部韩剧《爱的迫降》吗？在这部剧中饰演北韩人的演员们，在拍摄前也特地学习了北韩口音，因此这部韩剧也非常方便大家对照南北韩口音的差别。总的来说，南韩韩语听起来比北韩韩语还要快速，这可能跟南韩快节奏的生活步调有关。 전국 7대 광역시 중 처음으로 초고령화 사회에 접어든 부산시가 고령 친화 산업을 집중 육성합니다. 특히 복지 서비스와 관련 산업에 인공지능, 즉 AI 기술을 접목해 미래 성장 동력으로 삼는다는 계획입니다. 보도에 강성원 기자입니다. 어르신을 위한 체육활동 프로그램이 한창입니다. 호흡과 맥박 등 北韩韩语听起来则比较严肃，而且语速也会比较缓慢，这可能与北韩当地高压的政治氛围有关。 우리 인민들에게 가장 훌륭한 문화생활 조건과 환경을 마련해 주시려 끝없는 노고를 바쳐가시는 경의하는 김정은 동지께서는 지금으로부터 12년 전인 2013년 8월 9일 삼복의 무도회도 마다하지 않으시고 미림 승마 구락부 건설장을 현지 지도하셨습니다. 기자와 만난 김병일 부장 동지는 那以上就是有关于南北韩韩语之间差异性的影片，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部影片。如果有来自北韩或南韩的观众看到这部影片，或是你是正在学习韩语的观众，也可以在留言区一起讨论你们的看法。如果喜欢我们先借电话分享，我们下期见，拜拜。